哎，哪提到基石啦，来了啊，这人物气势啊！左后方啦，哇，不行，我有点慌了。欢迎来到全网最严苛的智驾实测智驾纽北。之前我们基本上把国内所有量产车型的智驾版本在我们的固定路线上面都跑了一遍了，那个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所以今天呢，我找来了这台圆融启行的测试车啊，这是一台先行的智驾版本，看一下它表现怎么样。然后志豪在旁边已经虎视眈眈好久了，食完味噶啦！就我们测试过这么多的自驾版本，都是厂家已经验证好了，顶多就是给个贝塔牌，但是原味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都很好奇。而且这个据说是圆融最新的一个版本，所有的厂家的车都没有装车的，所以抢先试驾，记得关注，记得给个1键3连支持一下啦。而且这台车它还隐藏了一个隐藏功能，对的，有彩蛋，我们会再刷第二次，2刷2遍，所以第一遍先上车看一下它原味是长怎么样的。走。好，我们就启动自驾，咚咚，已激活啊！今天厉害啊！今天我跟志豪当一次测试车的测试工程师跟安全员了。然后我们内部已经了解好分工，你呢是安全员，对，我呢是负责在旁边记录问题的。然后实在不对劲呢，这里有个紧急断电的按钮，我弄来拍停了。但现在看起来还是稳的，刚刚有个绕行。对。先解释一下，因为这台呢是圆融启行的内部的测试车，所以呢，他们现在跑的这个测试的模型版本呢是会比较激进的，就是只要道路的限速有改变，他们就一定会按照限速跑，因为他们的工程师说啊，通过这种比较极限的状况才能看出一个版本它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就要放大它，越激进越容易放大一些细节，然后他们后台再打点，才能给到一个折中点，给到车企一个完善版。我们第一个难点它就很顺利的通过了哦，挺厉害的。好，然后马上来到我们大桥湾了，1号湾了，大桥湾了。今天，所以今天不叫大桥来，不是因为在这个大桥的洞底下，是真的是大桥在这里发生了一些故事哦。好，这个右拐也是很好哦，就贴的路线，而且很顺，对，很顺，车控是顺的。其实圆融是很早就是很笃定要走端到端路线的，他们就一开始就是完全的端到端，一段式的端到端。所以就这些车控的表现，我觉得跟特斯拉是真的有点像。而且去年我们测试量产版的那个圆融，我们在车控上表现已经是给它一个比较高的肯定了，但当时就是说有些细节，比如说通行的效率或者是通行的可用性似乎没那么高，容易被卡住。今天从桥洞这一块明显是比上次要好的。有改变啊。刚刚说限速的问题，在辅道你看它就顶了40的限速，对，也没毛病，它没错的。对，这个其实跟在那个蓝山上面的表现也一样。蓝山我们之前跑这条路也是一样的，就到了你看地面写的40的时候，它就一定按40来走的。但是待会儿我们去到那个小路里面，有可能它会比较快，因为那个小路的限速是60的。所以这就不怪系统，不知道看一下是路的问题。先看我们3号湾拐过来，这个两边都有临停车的，视野是受对，今天就没有什么对向的车，所以比较好，也是很丝滑的就过来了。
它还是比大车较这就犹豫一下，看对观察一下。对对，观察一下，来了来了，没问题的啊，没问题，我还菊花一紧，我看到你就不刹车的，安全员菊花都没紧，你紧什么？哦，还好，我觉得它预留的那个距离是足够的，而且它刹车力度突然变暗光，对，它没有说顶到人家前面跟你大眼瞪小眼，对对，暗光表现也稳，很稳。然后呢，现在前面有个电动车在压了速度啊，所以会不会绕呢？他其实想绕的，他打了一把方向。对，但这里绕不过的，他真的要绕了，你回去绕了，发现绕不过啊，很像人开，我真的看一眼，哎，不行，超不过，慢慢跟吧。所以用端到端就这个好处，端到端的很多表现就是跟人会很像。如果用规控的话呢，就会那个机械味很浓这里要先说一下，因为这台测试车呢，它是把车位到车位的功能给抑制了，那所以对于台感的识别跟处理呢，是处于一个随机的状态。就量子态的，它可能识别到，可能识别不到，没说一定不行。对，没说一定不行但是大概率是不行的。对，你踩了是吧？我踩了。因为刚刚那个赶着下来的时候，确实也是一个很难的，它有个加速的那个区域。对，这里我们要扫码通过了，可以。还忘记是零牌的。对，是零牌的。如果是铁牌车，有可能它那个感应识别抬起，我们顺利就通过掉了。再激活 NOA 激活。这台测试车呢就不会存在我们之前测那些量产车说在某些路段它会降到 LCC，因为其实从现在圆融的这套智驾系统的底层来说所有路都可以开的，就只要有路就能开的。它就更趋向特斯拉那种，就是纯视觉加大模型。不是它看到什么就真的是无图的。而为什么我们之前开过很多量产车会有些地方去有降级？其实那是车企他们自己在地图上面打了一些点。就是他们会知道有一些地方可能这些系统的能力是不是太稳妥的，所以他会预先打一些点，给自我看一下这个，赶下来就可以了，这个就完全没问题了。他说什么暂时无法使用？可能是不是小薇同学听到我说什么了？反正是没问题，我现在没有控制油门跟那个方向的，抬杆之后。虽然 SR 没有渲染出那个感但其实从车控表现来说，它已经是一个无保护的左转，没难度啊，今天哇，拐的有点快。对了，就是这个了，就是他们只要是这个路的限速是允许的话，它就会尽量跑到那个限速去。直线40不快，但是弯中40拐出来。现在因为对向有车，它就会减速了，但这个减速也是挺好，它不会一下子把它刹停，好就提速了，一有机会就提速。确实，在那个南大的辅道40觉得有点慢，在这里的40就显得有点快了。相对论的所以我觉得做这种自驾车辆的，他减速了，他看到那个人就减速了。做自驾车辆的测试工程师也是挺难的。其实刚刚有个细节，它旁边临停车，它保持的距离是够的，是有一点左轮压中间线，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他要是贴的那排临停车过，我就害怕了。对，副驾就怕了。对，这点还蛮像人看。这个就离谱了。我顶啊！这样逆行的大哥。所以他的这里，就其实我们是要走，对，我们要走左边线的，左边左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影响啊？离谱啊！对，这个也如果刚才我再不介入的话，我们前方就完全没有进去的空间了。如果人开的话，再往前开就等于我们要加塞了，对，加塞不文明了。但你这几台车加塞就很不文明嘛，所以这个我就有一个接管了。好，我们其实做测试，包括我们平常都是不追求了，这个又来了，又离谱了，这个样。为什么这里这么？大家不要学啊！我们不追求零接管的。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觉得日常用自驾零接管是真的没有意义的。所以或者该接管还是接管，少接管要建立在安全跟文明的前提，对，不能说为了零接管去做一些不好的动作。好，我们就进入到我们测试路段的一个比较正常的路段了。好，他蛮愿意提速的，你看他限速识别60，他都加到70，已经跟上车流了。对，所以刚刚开的慢只是识别限速低而已。有机会他就会跟上去。好，这个它跟前车的距离我是不是调的比较？我看一下，
哎，调最近了，现在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中控这里，我们的超车风格是标准，然后没有任何偏移值。对，其实超车风格还有一个叫舒适的那个呢，就说会比较倾向于排队不变道。所以为了验证这个系统上线，我们就选择用标准了，看看它可以激进到什么程度。没有灯号的路口，看一下啊，它就会现在车速还有一点的。对啊，这个细节很好。对啊，那慢慢的挪，哎，看清楚了，没有人了，它就加速走了，没有一脚摁停在那啊，挺舒服。这个车控是好的。哎，它为什么这里为什么？哎，是我们的路线，你看，接下来是要他在等待那个车通过，刚才是要右转。哎，这里有个是他们刹住了，对他们刹住了，但刚才我们的车也有一点点减速，而且有点偏移，就是往左边那边靠一点，它有个位置了，有一点防御性。好，这个看一下会不会迷惑住啊？这个绿化隔离带之后，我们是要掉头的。哎，没有，它路线选择很正确，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而且还提前去到最左侧去掉头车道了。其实掉头这个能力啊，元荣他们的模型是有的，但是可能去到量产的版本上面呢，有些时候车企会把它抑制住，就是有些功能其实到了车企那边，他们可以暂时先抑制住，先不交给客户的。因为不稳定或者发挥不太正常，对吧？对，有时候会掉很小，有时候那个拐角要很大。啊，这里它提醒，哎，我前方这个有个文字提醒的，我这边没显示出来。提醒你说掉头，注意观察。对，注意观察。这个很有点保守，这个速度有点保守。安全来说倒没什么大问题。哇，但是掉完头还有个逆行的。我得那前方我设了个途经点啊，所以它现在靠右的，通过要不我把它剪掉吧？能不能把它剪掉？就是我们这些途经点比较，安全员帮我不是工程师帮我搞一下，剪啊！对了，可以了。换为智慧巡航。这个时候就稍微有个短暂的降级。看它能不能恢复手动按一下，过来。NOA 已经可以了，对，恢复了。好，然后一恢复它就我一恢复就变道，它就出去了。又有它这个安全距离留的真的很足够。是哦。好，这边也没有被我们这条左边的掉头专用道给逼迫到啊。是哦，我们是要左拐，对，是要先开过这个掉头道之后。对，其实这个车道没问题。没问题的，这个也是左拐道。目前来看发挥还 OK 挺好的。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找这台车过来啊？一个当然是希望尝鲜，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就元荣他们一些没有开放的功能，但这个其实是没有的，因为现在城市领航该有的功能都已经有了，就没有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压箱底的秘技没拿出来，大不了就是说什么掉头这种抑制啊、保护啊，看有没有，但其实本身问题不大的话，也会给你们体验到的。对。然后呢，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也想体验一下作为测试工程师的一天的工作是怎样的，试一下一个自驾系统的原味是怎么样的，对，我们才知道厂家的自研会加了什么，对吧？变了什么？其实能不能预告一下，我们下午还有一趟的？哇，它贴得很近，但是没问题，我刚才没有接管，但还好速度不快，但它那个方向那一下是我是怕了一下，对，是贴得挺近的，贴得那么近，而且那个方向拐了一下子，这里可能是因为有人想出来，它就速度压得很慢了，但还好，后面的车也没有催促，还好。刚才那一下，我前2天去试另外一台车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就是我感觉，因为之前看一下啊，停不停了？减速，其实是个斑马线，有人出来他就停了啊。
可以闻，你看它速度是慢慢在溜停，好像是有一点点博弈的就是呢，你不动我动，是你一动我就不动。他看不看得懂这个招手呢？他看不懂，应该看不懂，但是他让了。对，但是他会根据他们的速度来，是因为旁边还有人，不是应该是因为他识别到停在斑马线上，好远的红灯他看到了，你看，看到下一个红绿灯了。那你公价点一脚看他走不走，因为这里是个斑马线，所以他可能就是斑马线加红灯两件事情，他叠加理解了，就构成了一个停车的信号，所以我帮他一下，先脱离这里，不要挡住这里。好了，刚才有个小小的共驾就 OK 了，视力太好了，看得太远了。总比近视好，看不到更危险。其实小小预告一下，我们下午还有一趟，也是借这个车的一个目的。对，我们试一下把一个原位的自驾系统激光雷达遮掉。据说这个系统呢也是支持这个纯视觉，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切换系统，看看少了激光雷达，同样的算力，同样的摄像头，它的表现是怎么样。所以各位观众，你们厉害了，你们有福了，你们排面了啊！你们是全国第一个看到圆融的视觉自驾系统的。别人都没看过的，所以我们为了验证，我们等一下会拿个胶布把激光雷达直接贴上，封住它。对，封印它。好，这里是一个右拐之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一段正常的城市道路了。正常的城市道路又回到这种村路了。其实村路也是正常的道路嘛。可能参与人员不正常的各种逆行，哇！你看马上已经可以看到了啊，这是一个没有灯号的异形十字路口，就是各个方向都会有交通参与者过来。你在看路，我在看这个系统的 SR， 他一直在摆，在想，哎呀，怎么绕过这些人呢？點兜開佢呢？繞不過去，算了，慢慢跟吧。可以找到一个空隙位过来了。很好，他思考的过程那个蓝条在摆，但他方向没有抽。对，而且他的车速也不会说完全停下来。对，他车控是稳的，他只是脑子在不断的思考，在思考。对。这个有点压线的，轻轻绕开，哇，这个端位很浓啊。他绕的还挺丝滑的。好，这个减速是因为前面那个车在摇摆，前面那个大叔在摇摆，他在摇摆了。他到了自己车道，我们就加速过去了。他刚才摇摆过来我们车道，他就减速了。是，包括刚刚那个斜插出来的外卖小哥，我们也有个减速。就是他一旦来到我们车道，他就减速，减到是不是因为这个途经点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行人吧？可能是行人，有可能是行人。它跟行人留的距离会比行车要更远一截。这个大叔就这里我们要正常的村路，但参与者没有很正常。这个环岛可以他走对了对，走对了，但是因为对被那些车，我就稍微共驾一下，因为我不走，他们又不走，就大眼瞪小眼。对。好，这环岛的方向选择是对的，然后现在进入到这边，也是没问题的。对的，我算走对了，但是那台车要顶出来不是，他急脚站吓了我。好，又进入到我们一条小路了。哇，这台车哇，原来是我等啊，大哥，估佢唔到，原来加油站可以掉头的他也没错，他也没错。所以刚才就看到了，他对于这种就斜插进来的车，他是能识别到，而且慢慢的减速的。这里右边有对，去啊 ，go， 他一直在计算这他因为前面有车，他在思考是临停的还是。我要共驾一下，不要堵住人家。因为这个通道还有人逆行过来，对，他要留安全距离。我先共驾，把后面的空间给让出来。好了，可以了。好，继续走了。我要再共驾一下，帮他一下了。对，不然就把这边顶堵住，我过不去啊。但其实这边留的距离它有点窄了。好，这里我接管一下。这里效率接管一下了，因为它可能对于这个空间的阈值还是比较保守一点。我们是要拐进去。对，但是这一干预呢，就给它降了难度了啊。现在回来没有？回来了，已经回来了。NOA 恢复了。好，这个呢是一个右拐减速，还行。但从我看刚刚那个人的轨迹有点迷惑的话，我会怕。对，
但它已经有点减速了，所以我是有信心它能过去的。啊，这里就是那个是这里它相对论的，他觉得是40，但40我们就觉得很刺激了。对，我这个路40真的好刺激，城市金卡纳绕桩一样。对，但是原轮的工程师说，就在这种路况，他们就一定要把车速提上去，才能看到它的反应是不是合格的，感知是不是合格的。所以作为工程师的啊，这个地方我要帮他一下。对，这是一个难点来的。这个40杀出来我也怕。对，这里主要是看不清对象。恢复了。这个要算防御性的接管。对。也算是安全接管吧，因为之前所有车在这个地方都是安全接管的，都是杀出来。对，现在很少车在刚才那个地方可以是走右边而且减速。其实最标准的答案应该是出来之前探个头停定，对，就是减速靠右边减一点速，就看一下再过。啊，但是因为这个是测试版本，它就故意要提速的，所以这个没办法。就我作为安全员，我就不管了，我先接着再说了。太刺激了！你作为工程师，你能不能完成任务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了。我要帮你打个点了，这里系统无法验证能力，安全员多次接管。好，这边我们要进入一个3个90度的一个小路了。啊，这里是因为那台 GL8它顶住，所以这个减速就不知道是出于安全理由还是被那个车影响。然后这边体验来说倒挺好，它挡了一下。这个就是它右边留的空间有点大，所以我这里帮他一下，这里效率共驾一下，不要把人家顶住了。辅助驾驶已暂停。好，就是他不太愿意跟这些障碍物啊或者临停车贴得太近。对，但他这个共驾还挺好的，你看我刚才就稍微效率接管了一下，它马上自己恢复了。其实 L2 加的系统来说，我觉得这个标定是对的。你留点距离给我观察，我觉得能过我就接。行人空了还不走，走。加一个油门看看，共加个油门了，帮他一下了。可以了。可能来到小路他就要很谨慎了。啊，这个路口也是有没有减速呢？有一点的。但是对，这个因为我没有办法判断他的能力边界，所以我就提前介入了。刚才那个对，主要是那个车来的真的是急。好，然后这里是一个交替通行的小路，探个头出去没问题，走可以稍微减点速，而且凸出来那棵草它也有一个刹车的减速观察。对，减速。这段路比我预想的要好。提到70了，来了。这种路70啊？没有，它现在40还行，但是它的限速是显示到70了。上回理想在这里开到60，我是真的慌了，我就一脚把它踩停了。理想说：“弱小的人类，看我表演。”但是它来到这些拐弯地方，它会减速的，这个会挺好啊。这个有点难度了。因为这里有个异形的临停车，然后后面还有来车，左后方啦，哇，不行，我有点慌了。他还是比较极限的，他竟然跟对他想跟那个车博弈。NOA 已激活。测试车就是大胆，而且变道超车只是标准，他还没有调一个激进给你。但是我试过长城他们量产的车，包括别的品牌 ，Smart 其实也是用原人的，就是他们量产的那个版本是没有那么激进的。是对，这纯粹就是测试车。精灵5我那次体验过，会稳更多。对，是。这个红灯，是因为看到那个，可能是因为看到那个电动车，那电动车刹出来探了个头，它就预防性的先减了点速。我想知道，就他们
测试工程师如果碰到刚才那个大车的情况，是不是就能憋着不管，看一下最后的极限在哪里？等一下出去，你看一下这台车的前后杠的表现，你就应该知道了。不是啦，这个前后杠是因为不是刮的，我问过了，前后杠不是刮的，这是因为这批车是常常给到原容做测试的，所以就是他们是那种很早期的 PT 车型。就早期只是那个车造出来，那些壳子的钣金件啊，什么覆盖件都没有造出来的时候，就随便拿过来就装上去，拿个螺丝硬拧上去这种。好，我们就回到一个城市快速路段了啊，这个绕行发起的很及时啊。不过他说的是向左沿导航变道，我的就不一定是因为刚好被他撞到这个窗口啊。那现在我显示正在远离大型车辆了，就应该是刚才那个了，就是哦。他们还是会有那种啊，现在有个大车靠过来看看会怎么样啊？他又不过来了啊，过来了，看我们会不会靠左一点？还好，这个距离倒无所谓哦。有一点了，有一点，对，大车变进来之前，它有一点向左的偏移，而且可能是测试版本的关系，你看前面这个。那个水泥搅拌车，它是一个阴影来的，你待会看一下。转方向盘。你要接管了。对，安全做安全的事情。我操！哇，并排。啊，到了快速路这些，现在这自驾系统跑快速路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要用自驾的话，推荐都是以快速路为主。对，如果你就是我到底需不需要一个好的自驾，主要就看你快速路的通勤的比例。对，你要经常要跑快速路啊，通勤啊，跑高速的话，其实有自驾是好的。对，快速路是可以，现在都做得很好。所以是一个很能用的场景。城市呢就要看你，城市就是好玩。对，好玩啊，而且看你平常走的那段路的车流量大不大。就中山立交那种就算了，不要勉强了。走啊！弹幕说你在赶鸭子一样。走啊！我们刚才这里它是提前变道了，就是我们前方要靠右出去，提前变道了。而且我们提前很远就有个减速。对，啊，其实这块有点保守了，应该。快出去之前再减速也行。有了，他听到你说他回到80了，这个都行。我知道刚才那个是桥底。哇，他这套系统真的很安全哦。桥底还有一个减速的机制。因为严格来说是桥，就这种桥底隧道跟跨线桥都是要临时降到60的。哇，很标准。这个是真的很标准的。好了，这里我们就离开了。再看一下从快速路到辅道的这个速度啊，但前面的车帮了我们，没办法，正好就跟着车流慢慢跟着车流的速度。但事实还是挺丝滑，它就没有过分减速。因为之前小鹏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经常会过分减速。对，小鹏呢有时候动作会有点突兀，它这套走下来还是顺的，就明显。你说长城也好，包括 Smart 也好，对吧？它的可能只能说它原材料本身就给的很好了，原位都是走得很顺的。这里我的它轨迹对，我把它改过来有点问题。应该是测试版的关系，就是我切换导航之后，它的 NOA 要断一阵子。只不过正常呢。没有，他们那几个量产版的话是很快的。就是切换导航路线，它很快就可以切换过来。这个确实要等一会儿，现在还没激活。对，还没激活。要不我这里重新激活一下。可以了。声控的这套系统，我发现是我们说了什么，它马上就执行，不给机会我去介入。保证低接管率。其实真的零接管现在是工程师应该去追求的一个目的，但是对于用户来说，真的不要追求什么零接管，除非体验真的很好的零接管，对，那就很牛逼。对，但现在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小问题的。
但今天总的来说算是稳的，再加上你有几次是那种提前防御性的，对预防性的，就是可以减少很多那种不必要的危险的场景。好。但我感觉他还是对于左边留的空间有点太激进了。他这个轨迹，对。这个轨迹呢？这个轨迹我就跟别家工程师去聊过他们说这种走最近的路线，其实反而是就端到端的一个表现，因为人开车就会这样的，就会你拐个弯的时候肯定是走最短路线的嘛，反而是那种90度这样拐过来的，就是比较像规控的对，因为规控的话就可以说按照地上的划线那因为刚才大家如果有留意路口前的那个左拐区域，它是等于说90度这样的，对，所以就这样90度拐过去，反而是更规控一点。我记得2年前华为那个时候故意写的规控是要走外侧来拐弯的，比如说左拐它就走最右，尽量能合法的最右，右拐就走最合法的最左，它包大弯，他觉得这样成功率会高，视野会开阔。对，但来到端位的话，一切都可能变未知数了。对，因为端到端它就是用人开车的数据训练出来的，那大部分人开车就是走最短路线嘛，这个很符合我们直觉，所以训练出来就会端到端的系统它也是这样的，它会倾向于走最短路线。所以像包括刚才我们在语音采访前面我接管的那个弯就是很多车都过不去那个弯，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人开车就是会走最短路线。现在的我们的智驾系统这边，因为这个车不知道他想干嘛这个控制就有点，不过他的轨迹有点迷，他竟然在这里停车，对。也是没猜到为什么开出来再下车，因为现在端到端的系统它还是基于路线来做规划的，输出动作的。那所以像刚才那个呢，他就不知道前面有个挡板会挡住驾驶员的视线，就驾驶员会不安心，所以就应该我们靠右边走，他就不会有这样。但是马上去到 VLA 的话就不会了，还是要有一些场景的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则，隐形的潜在的一些规则。对。元荣他们现在也在做 VLA 的部署，我们如果快的话可能在今年之内都能看到他们 VLA 的系统落地了，所以这个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就到了 VLA 之后，跟现在这种就端到端的系统应该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到时候我们也会有机会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拿到他们那套 VLA 的系统过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跟今天的表现会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尤其是刚才那个弯，所以把这个 flag 就立在这里了，大家记住关注正声研究所我们是不断的在测试，不断的在更新的不是说测一次就算的了这个掉头因为它有点保守，所以后面的车想超过来了，超不过，我们在内线。10公里就稍微保守一点，我们正常来说12、3公里会看一下，这个是加餐部分的，这个1、2、3能不能呢？好，他想过去，但是想不过来，差一点，对，这个就不算了因为刚才那个掉头位已经是我们浙江纽北的30个路口的第30个了，就完了这个是加餐的。其实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指标，就是说在车上要不要放杯水，或者是放个那种居值仪，来验证一个自驾系统开得稳不稳。其实这台车就是开得特别稳的。对，像掉头之前，刚刚那个减速，你说10公里开得很慢，如果镜头前面你们看，可能觉得哎呀开这么慢，但是从乘客的体验，我觉得那一下还是很稳很好的。对所以就看从哪个角度来衡量这个事情的利弊了。所以如果加入这个维度的话，确实看点会多很多。但是我们后来想想，可能对于执行来说，我怕你到时候每台车回去，你裤子都是湿的，那个水都是倒洒的。给你们改这个，我这边相机已经过热了，进入夏天了，我们的设备也扛不住了。不过刚好结束了，我的头只能在这边。刚好结束了，所以大家觉得今天我们测试这个元荣测试车的表现怎么样呢？在弹幕上面发表一下你的意见然后记住关注我们，因为马上就会有下一集会真的是全网首测的元荣的视觉系统自驾测试的整活，我们把这张雷达遮掉，包括系统也切换过来，纯视觉的元荣，看看它表现怎么样。
好，下期见，拜拜。我去切系统了，拜拜。哎，真的可以哦。哦，那太涨了。哎，可以。可以那这测试版的好处啊，因为量产版都不能在我们园区里面开的，但是这个速度有点吓人。车位到车位啊！它虽然车位到车位的功能抑制了，但是就园区道路它还是能继续走。哦，30公里非减速带，棒！啊，这台是测试车啊，大家不要说长城的车怎么样啊，不推荐大家这么去试哈，减速带还是要观察减速的啊。好，这里一个，哎，就还是到这个对。到这个 T 字路口就降了，就退了。但是他刚才那个右拐是偷了一点左边的，还是挺那个。LCC 还拐完这个弯。对哦，真的来到公司门口，30公里杀到公司楼下。哎，可以哦。可以了。停车了他打算开到哪？他有路就能开，现在有点像特斯拉那个漫游了，就反正看到路就开了。应该没得再开了，没得开了，因为前面有东西了。好，下降了，真的要拜拜了，记住关注下一集啊！好，拜拜。行，我们切系统了，拜拜啦，请接管了，接管了，拜拜。